懂什么时候坦诚是毁灭的入口，打开潜在黑暗中的躁动，拥抱是不是就可以弥补一切漏洞？我不懂从什么时候简单是复杂的承诺，假如世界没有对或错，挣扎是否会不同？假象是否还会痛？不愿被命运操控。每分每秒，爱被疑惑删掉，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？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。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的奢望，我就是那么傻，爱上你说的。如果要重来，你可会用错误的方法，再爱的完美无瑕？每分每秒，爱被疑惑删掉，我们的永恒还剩多少？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。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的奢望，我就是那么傻，爱上你说的繁华。上次骇客大赛，你故意让学中胜出，让我看得很不痛快。我希望你拿出真正的本领，和我一手调教的干儿子来一场正式的比试，谁最先解开谜题，就是胜利的一方，输了那就是死。恭喜啊，黄学忠和你的组员。你只能救一个。听我说，这场比赛无论输赢，梁文道都不会放过我。我宁愿死在你手上，杀了我。只有用我的命，才可以救恩哲和取得梁文道的信任。太仁慈了，狙击手，我数3下就开枪。3、2、
剩多少？别以为谎言会减轻我所受的伤。每字每句都是我的奢望，我就是那么傻，爱上你说的繁华。你太仁慈，会让人显得软弱无能。我不允许自己和无能的人合作。你会让我的手染上鲜血，无非就是要掌握我的犯罪把柄，好让我受制于你。现在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，如果我倒下了，你也会和我一起沉下去。你到底要我怎么跟你合作？今天你累了，公事明天再谈。既然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诚意，我也会履行我的承诺。我约了思韵，一起吃顿饭吧。怎么一脸看见怪物的表情？坐，志平。我和志平深谈之后，已经向他澄清了对我的误解。之前我误会了你爸，以为我爸妈的死跟他有关。幸好梁先生不计前嫌，愿意既往不咎。我们现在已经和解了。哦，还有个好消息，志平已经决定解散 Zero， 加入我们斯诺奥。不可能！你不是一直希望我悬崖勒马、弃暗投明吗？我现在做了，为什么你不信？你是一个讲原则的人，你不可能一夜之间会改变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是不是想要对付我爸？爸，不要相信他，他肯定不怀好意。你想的太多了，你爸我阅人无数，志平的确有悔过之意，我们该给他个机会啊。你爸他不是伯父，伯父已经同意让我们继续交往了。我爸同意，并不代表我愿意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所做的，不就是你一直期待的事吗？爸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事实。那好吧，我没什么好说了，我没胃口，你们继续吃。是，别追了，让他冷静点儿。这孩子从小就很有主见，你这么快转变，让他起疑也在情理之中。放心吧，只要你好好替我办事，我保证让你成为我的女婿。不可能，这转变也太快了吧？他肯定不是真心诚意的。也许他已经觉悟了呢。
要改变一个人谈何容易？何况放弃当骇客，不等于要他断送了自己的事业。他投靠大老板也是扩充事业啊。其实我会怀疑志平别有用心，是因为他跟我见面的时候，不但信誓旦旦说我爸是幕后操控一切的主谋，杀害了他的父母，他还拿出了证据。张文贵的儿子 Ryan 从美国来新加坡找他的母亲，我跟他见过面。Ryan 在新加坡，他在哪里？我想要见他。对不起，为了他的安全，我不能透露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？你又何尝真的相信我呢？等等。张文贵留了份遗书给 Ryan， 还让他交给我一封信。你现在应该明白，你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了吧？这封信的内容，也许是被捏造出来的。你怎么证明里面所说的全都是真的？张文贵的笔迹，你应该认得吧？没错，在法律上，我确实没有办法证明，所以我会让小芬和恩哲去美国找张文贵的律师查证这一点。太荒谬了！大老板怎么可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？你为什么不去问大老板，提出你的疑问啊？该不会你也怀疑大老板吧？我当然相信我爸不会做坏事，但是你也相信志平不会骗你的？我不想打草惊蛇，在一切真相还未明朗之前，他们之间一定有一个人在说谎。到头来，这两个男人之中，一定会有一个伤你的心。现在的关键就在贵叔留给志平的信上，我必须亲自确认他的真伪。怎么了？要出门？你之前不是建议我出国散散心吗？是啊。那时你说你没什么心情，这么快改变主意了？我需要好好沉淀一下，理清自己的思绪。最近的确发生了太多事情，离开一阵子也好。怎么了？爸，你真的相信周志平？你想说什么？虽然我还很喜欢他，但他的言行太反常了，你不要太相信他。好，我庸人向来是很小心的，这次是你多心了。我也希望是我想太多了。看到女儿关心老爸多过他的心上人，老爸也是很开心的。自从妈妈过世后，你是我最亲的人，这个位子没有人能取代。
你是个讲原则的人，你不可能一夜之间会改变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是不是想要对付我爸？哥，心情烦躁不是思考问题的好时机哦。这样做真的好吗？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如果思韵姐姐到最后坚持维护自己的父亲，而与你为敌，你忍心伤害他吗？万一……别再说了，用加密专线替我联络姜太元。好吧，加密连线正在进行。喂，怎么突然联络我？放心，线路经过加密，不会有人能窃听我们的对话。那就好。有什么事？我已经取得梁文道的信任。太好了。那你查到 Ryan 母亲的下落吗？还没有。我会尽快查出 Ryan 母亲被囚禁的地点，把人救出来。Ryan 的供词固然重要，但遗嘱真伪也要查核清楚。对付梁文道这只老狐狸，必须一击必中，否则以后要对付他就更难了。我已经让手下去美国，希望可以联系上帮张文贵拟遗嘱的律师，证明遗嘱的合法性。只要有了人证和物证，就能定梁文道的罪了。一定要小心保重。梁文道是害死我父母的真凶，就算牺牲性命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这房子不是早就被卖出去了吗？多年前我找人暗中买下来了，一直维持着当时的样子，有人定时来打扫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啊，这是你母亲当年使用的电脑，真正的研究报告就在这里头。可是它被32位数的密码锁保护着。32位数，就算是现今最强的超级电脑，用强行破解的方式，也需耗时数十年。这20年来，你母亲对我真正的惩罚，就是我明明知道答案在这里头，却解不开。如果你想从我身上得到密码，很抱歉，我妈并没告诉我。这一点我很清楚。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研究你的 DNA， 通过逆向工程的方式，找到我梦寐以求的答案。好，谢谢。一切都好吧？检查结果什么时候会知道？就快2天吧。怎么？你很紧张检查的结果吗？为了思韵的事，我一直很兴奋。我希望可以尽快完成合作，不然不能安心。思韵已经去美国散心了。你现在最好放下儿女之情，专注在我们的合作上。明白。
梁先生，我能不能在旧家暂时住下？我不做了。这么快就放弃了？我不知道答案。答案是要去寻找的。妈妈帮你一起找答案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看，3a 加5除以7等于2。A 是什么呢？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，就试一试把问题倒过来做。怎么倒过来？你看，我们有一个答案2，用2就能找出 A 是什么了。A 是2乘7减掉5，再除以3。A 是多少？3。A 是3。数学是不是很有趣呢？我还要多做几题，用一样的方法。你以后长大了遇到难题，千万不要轻易放弃，要多面思考。有时候将问题倒过来想一想，就能找到答案了，知道吗？虽然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但是身为张文贵的私人律师，我没有办法答应你们的要求。我们只是想跟你确认，张文贵生前有没有留下信，要他儿子 Ryan 交给周志平。这是我当事人的隐私，没有法院的审查令，我不能提供你任何讯息。这件事关系到张文贵是否是自杀，还是被他人迫害致死的真相，希望你能帮个忙。我也很想帮你们，只是这不符合程序。非常抱歉，让你们白跑一趟。王八蛋！你干什么？我只是要你说有没有，有那么难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你别胡说，我可以告你。告！我怕你不成。像你这种斯文败类、一往情深的人，我见多了。放手，冷静一点。不好意思。你们马上滚，不然我就报警处理。你帮我，快滚啊！
是 boss。boss， 情况怎么样？刚刚有个新的发现，张文贵的遗嘱并没提及要 Ryan 把信交给你。我手上的信不是张文贵写的。看来他已经不能成为提控梁文道的证据。我需要你们帮我办一件事。已经照你的指示改了张文贵的遗嘱。很好，只要你能保守秘密，你贩卖毒品的事也会成为永远的秘密。你是谁？老板，张文贵美国律师的事情都已经办妥了。IB 的情况怎么样？一切都 OK。小心看好，千万别被任何人发现了，知道吗？他的起居都是我亲自打理的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老板，你放心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太棒了，好厉害啊！妈妈只念了一遍，你就把这首诗给记住了。我听一次就记得了。好聪明哦！不过要记得不能够自满骄傲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想不想学弹琴？那是女生的事，我想学功夫。小傻瓜，音乐不只是给女生学的，音乐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性格，艺术也能够让一个人感受到人性的真善美。那妈咪，你教我弹琴吧。好。我们一起来试试看。很好，然后这样子哦。可以吗？我的家庭真可爱，整洁美丽又安康，姐妹兄弟很和气，父母都慈祥。请你联络我。见面连线完成。有什么新发现？跟踪了那家伙几天，还是没有 Ivy 的线索。梁文道会不会安排别人看管 Ivy？不可能，梁文道是一个疑心非常重的人，这个小杨能一直跟在他身边，可见他对小杨非常信任。Ivy 是他牵制 Ryan 的武器，他一定会指派给小杨处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这小杨还真不负他所托。小杨的事我会再想办法。还有，梁文道已经替我做 DNA 检测，48小时后就会有结果。这么快？到时候秘密可能就守不住了。
检查结果什么时候会知道？就快2天吧。怎么？你很紧张检查的结果吗？为了思韵的事，我一直很心烦。我希望可以尽快完成合作，不然不能安心。喂，你让他们连夜加班，尽快化验出结果，把报告第一时间交给我。知道，老板。还有，替我安排枪手。好。密码到底是什么？怎么了？弹得不错啊，为什么不继续？弹琴好难，我练习了很久，手指都好累，才弹出这首曲子。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，努力了就会有成果。你现在不是在验收成果了吗？为什么那些人工智能那么厉害，学什么都好快？如果我的脑像他们一样就好了。你也知道人工智能？电视的纪录片说的啊，如果像他们一样就好了，随便什么歌一学就会了。人工智能虽然带给我们很多方便，但人类真善美的本质是不能被任何智能所取代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先进的人工智能，它始终是在复制和模仿，并不能有自己的真实情感和爱。爱有那么厉害？他们这么聪明也学不会。爱不是厉害。爱是很伟大，它的伟大可以让弱小的人有力量，让强大的人有慈悲。唯有爱可以战胜一切。那如果人类都变成了人工智能，世界就没有爱了吗？希望不会有那么一天。妈咪，你不开心啊？没有。你再去弹一次《可爱的家庭》给妈妈听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只要妈咪听了开心，我就会一直学。去。志平，妈妈教你这首《可爱的家庭》，里头包含了爱的讯息，你一定要记得怎么弹，不要忘记了。妈妈，爱能战胜一切。爱是很伟大，它的伟大可以让弱小的人有力量，让强大的人有慈悲。唯有爱可以战胜一切。妈妈教你这首《可爱的家庭》，里头包含了爱的讯息，你一定要记得怎么弹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再来一次，1、2、3。不知道答案。答案是要去寻找的。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，就试一试把问题倒过来做。
你以后长大了遇到难题，千万不要轻易放弃，要多面思考，要多面思考。有时候将问题倒过来想一想，就能找到答案了。我知道了。老板，周志平的 DNA 和大脑 CT scan 都没有异状。陈启贤竟敢耍我！可是当年陈教授确实替孩子注射了研发药物啊。他一定是为周志平注射了生理盐水或者维他命什么的。亏我一心一意相信他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现在的周志平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。何况他还知道我们这么多的秘密。我就是希望把我的人工智能和你的生化科技结合起来，改进人类的 DNA， 把人类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。如果这个计划成功，那将是人类自猿猴进化以来最大的一次改进。我要把我培养的骇客安置进 Zero 团队，接替你监控周志平。我希望你拿出真正的本领，和我一手调教的干儿子，来一场正式的比试。到我们立下这个约定开始，命运就把我们3个绑在了一起。这是条不归路啊！目的没有达到之前，谁都不能半途下车。这么快就要杀我了？难道你不想知道你这20年里念兹在兹的秘密吗？见个面吧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等下收到我的指令，就开枪杀掉周志平。你是怎么破解电脑密码的？是我妈托梦告诉我的。你应该没想到，答案一直都在我舅家里，只是你这20年没有察觉到罢了。想不想猜猜看密码是什么？别给我耍花样，把密码交出来。我们来做个交易吧。想要密码，就拿 Ivy 来交换。你竟然敢威胁我！如果你觉得子弹飞进我脑袋里可以帮你找到你要的密码，
你可以尽管试一试。喂，是我，老板。把 AV 带过来，我发地址给你。啊，但是快点，马上去安排。是老板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呢？我现在就让你亲眼看看我是不是在骗你。爸，不要相信他说的话。你不是去美国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已经在美国找到贵叔的律师，证实他根本没有留任何信给你。之前你说什么？贵叔是被我爸操控的，这些都是你编出来骗我的谎言。你害我差一点就误会了我爸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爸。我知道现在我说什么，你都不会再信我了。哎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你说过的，每个人都有弱点，梁思韵就是你的弱点。想要救女儿，就拿Ivy来交换。Ivy阿姨，啊，这件事跟Ivy阿姨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告诉我，爸。怎么了？在女儿面前不敢说真话了？够了，周志明，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你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我现在就跟你赌一把，看看你女儿跟密码究竟哪一样比较重要。